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1月23号啊，现在呢是这边的下午4、5点啊。今天太阳挺好的，所以呢就来海边吹吹风啊，呼吸呼吸空气。那么今天呢，我想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有许多人啊，他们都说啊，就移民后悔了啊，然后后悔了以后呢，那么很多网友就会在网上说，对吧？啊，那你既然后悔了，你为什么不回国呀？你为什么不回去啊？对吧？啊，你一边喊着后悔了啊，一边你又不回国，对吧？这种质疑的声音啊，就很多啊。那么其实呢，在我身边啊，也发生过啊，就是这样的事情的，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啊，他们有的人呢，他是一来啊，他就回去了，就是他来了几天，他就回去了，他就觉得跟他说的那些东西呢，完全就不吻合，就他之前的这个了解，对吧？所以他很快的就回去了。那这些人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因为当机立断嘛，对吧？你说要损失啊，也没有太大的这种损失。那么有些人呢，他来了以后呢，他就待了几年，对吧？这种待了2、3年的啊，我之前就碰到过一个啊，就是他呢就一直咨询我，他说怎么样去这个美国啊，他想去美国，因为他来这边以后呢，他就是他的儿子吧，他的儿子因为是初中了，那么他就自己带着这个儿子来了，然后他儿子呢在学校里面完全没办法适应啊，并且呢一直就有这种被欺负的现象啊，然后呢也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么他就着急嘛，是吧？再加上就是他在这边也没什么收入啊，所以他就想去美国搏一搏啊，去拼一拼。那像他这种呢，是待了差不多2、3年的。我还看到过，就是已经来了就10年8年的啊，然后他们现在也后悔了。那这种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10年8年以前呢，他呢就是来的时候呢，这边的话啊，可以说是10来年啊，就整个欧洲吧，你说它变得特别差，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对吧？但是应该来说呢，就是差不多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进步，这个是真的啊。就他的工资也好，他的这个生活水平也好，基建设施也好，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进步。那很多人觉得它变差了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方面就是，这些年就是在中国的这十几年，对吧？就不能说这2年，就说这整个加起来十几年，那么什么基建啊，什么地铁啊，什么这种，还有什么支付啊，对吧？这种东西吧，就进步的挺快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个，他觉得呢，就是外国呢，应该也会进步嘛，对吧？他觉得这是欧洲啊，什么应该也能进步嘛，对吧？就十几年怎么可能还是就没有太大的进步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一进跟没有进，或者说一进跟慢慢的退，对吧？那这个相比较起来呢，就有一个落差了，对吧？那有的呢，再看看身边的过去的一些朋友都已经在一个很高的职位上，是吧？这个我也有这样的事情，就原来跟我在我工作时候的那些同事就一个部门里面的，现在都不是说什么总监，对吧？最少就是一个 VP 都是一个老总，就是带总字头的，对吧？就年薪你至少也是50个以上的就没有低于50个的因为就确实吧，我们都属于最早的一批就是互联网企业的人所以呢，就是在这些年的情况里面，就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对吧？后来我自己是做了这个独立的摄影人嘛，是吧？因为我是一个热爱自由爱好到处走走，就是我待在一个地方是闲不住的，对吗？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由于呢就是双边的落差就有了较大的这种情况，然后呢一开始呢他们可能来了，觉得呢就是
3-5年里面啊，我先把语言学一学，可是呢，他可能3-5年里面也没有学得怎么好啊。他想着反正我要一直在这的嘛，对吧？我待个10年8年，我语言慢慢学好了，然后我做门生意啊。那这些人呢，往往他们就不屑于去找一份工作的，或者说确实工作也不怎么好找，对吧？就是说他们在国内，比如说他是一个白领，或者说一个高级白领，你让他来这边去做一个体力工作，什么到后厨去切菜，去打扫卫生，是吧？去什么搞美甲或者说搞一些什么别的工作，他是不愿意的，对吧？但是呢，就是他向往的那些工作，比如说你说我到那个亚马逊里面去干个什么工作，是吧？那这些工作即使在亚马逊或者说这些大公司里面你做一个客服吧，这些都是对这些本地人来讲都算是一份比较不错比较体面的工作所以呢就是一方面呢他们的想法呢最终没有实现，然后呢他待了10年8年以后呢，就子弹也打光了，对吧？就口袋里的钱也没有那么多了那么总的来讲呢，他就产生了这种后悔的情绪那大家肯定说，那既然后悔了，为什么又不回去呢？对吧？那我也给大家就分析一下。首先呢，就是往往所有的这种国外的移民都会有相应的政策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要住满几年然后呢，你可以拿到一个长期的居留，然后你再住满几年，对吧？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加入国籍的一个机会那么很多人呢，他比如说办了这些移民以后，他来了，所以为什么我说前面就是那些一瞬间就回去的人他损失是最小的，因为他也没花销什么，他最多就前期的费用废掉了，对吧？他就直接反正待了几天，待了1个月，他觉得实在不行就算了，所以他损失也没这么大。那么你说人家已经来了2年了，来了1年了，一般1年的人就会忍下来的，那么一般就是来了2年了他实在觉得就是不行，对吧？2年了，别说2年嘛，3-4年我看就语言讲不了几句的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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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点点是很多很多。那么他钱也花了，然后呢他再等个2-3年，他就可以获得长居的永居的这种申请资格，对吧？所以呢他肯定会把这个事情给挨完的。那么有的人呢，就像我前面说的，他挨了10年8年的，他最后也得到了长期的资格，永居的资格。那么这个时候他考虑的更多的就是当你拥有什么东西，你想的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对不对？你考虑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奋发图强，我怎么样要赚钱我要买大房子，对吧？你考虑就这个了。那么这个呢，他们在跟就是国内的比如说身边那些混得好的人去相比较一下，那心里面呢肯定就觉得落差更大了，对吧？如果那人之前能力还不如他的人家现在过得不错，那你这个样子呢就肯定是不好，对吧？那就话说回来，就是你出国移民就是你要走的路肯定是比那些人在国内要走的路是要艰难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吧？不可能这是一条简单的路有的事情呢也其实那些人说的呢他也不精准，他说这个地方不太好，或者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怎么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不好，就是人家比如说本地人他1个月拿2万块工资或拿1万多工资上这个12个月的班11个月的班拿14个月的工资，对吧？你说好不好？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呢就你不是本地人就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你虽然是移民，但你并不是本地人，你跟土生土长的人不管是在语言还是人脉还是各个方面生活习惯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其实是很大差距的这个不得不去承认。那么他们往往就待了很多年呢，有的人就一直等着，对吧？就等着这个接下来的居留的一个时间。
有的人呢，他就等这个长期居留或者转换国籍的这些时间，那么时间呢，有一天一天就耗费掉了，加上呢，钱也一天一天就花进去了。然后呢，像你比如说很多人他来这边买了房子，对吧？你要知道啊，就是你从比如说国内你把一笔钱拿到这里来，然后呢你去买房子也好还是生活也好，这个钱就是要打折的它本身比如说你要去掉一个什么税收你再去掉一个就是货币的这种汇率然后如果你要买房的话，买房还要再交税，像这边的话差不多都是要10%的税，对吧？你国内卖掉房子你还要再交税，对吧？所以来来回回这么一次你不算时间，你就光算这种资金大的这种流动，你可能就一次性你的资产就缩水了20-30%吧，我就说普通人就最少是20-30%你如果有200万300万，那你一下子就损失掉了100万就没有了，这个是肯定的。这个只是一个转钱方面的买房子方面的这个事情，这还不算就是你在这边生活的，对吧？那你要在这边再一生活你在几年花下去了，这个时间耗费进去了，1年差不多你要生活的稍微体面一点你总得花个1年20万人民币，对吧？3万欧元，你这是肯定是要的你说最艰苦最刻苦，但是我要独立居住的，那你差不多1年也要10几万对吧？这个收入你在国内的话也算是一个就1个月1万多吧，就纯收入纯花掉，也算是一个比较在国内的话也不算一个很低的工资了，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对那些人呢，他还是会在意这笔钱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一个个人的这种成就感的问题，对吧？你其实作为一个人吧，你说你不管是干了什么干出点什么成绩来，你总是会有成就感。那么你从国内你到这边来，对吧？在国内你可能有人脉有什么，你之前干了一个什么小事业，是吧？多多少少就大家还是会跟你之间有一些这种牵连。你来了这边以后呢，就是你可能很多年，对吧？你虽然就像我现在这样，我坐在海边玩我觉得高兴嘛，我是挺高兴的，我是挺快乐的，对吧？但是呢，我在国内也有不同的快乐，对吧？比如说我跟好些朋友去一起喝茶，一起吃饭然后人家也会尊称我一下，对吧？大师什么什么老师就会这样嘛，客气。但你在这边我当然是有这种合作，商务上的拍摄、工作合作，可是呢，你跟他的这种交往就纯粹是在一个工作上面然后你工作完了以后，就大家各回各家了，那你只有自己家人跟你陪伴着，对吧？你肯定会说那这样很好你有就是我们就喜欢这种没有那么往来的，没有那么近的这种关系。短期里面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长期10年20年这样下去，对吧？就你自己慢慢的你会觉得你的这个存在感就你的存在感就变得越来越低了，是不是就如果你本来也没有不在乎，你就觉得我就本来就天天躺在家里面看电视的，这无所谓。说句实在的，你在哪都没关系。但是你本来就是说是有想社交的，或者原来有这种社交圈的，对吧？那你一下子就经历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你肯定会变得不适应，对吧？好吧，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为什么就来了以后，有的人很失望他虽然就是觉得自己后悔了，选错了路，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对吧？只能非常苦的这么挨下去。那么我呢，也给自己呢打一个小广告就是我今天前面我还很多人跟我就是问这个移民的事情我喉咙都发炎了，被问的。早上才去了这个医院看了医生然后就是开了那个药买那个润喉的那种药都100多块钱，就13欧所以呢，我也就打个小广告就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移民什么的，这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对吧？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这种需求的呢，可以咨询我。我们呢按小时来计算收费，对吧？对您就是也不是一个太大的负担，因为你要一个名最少一上来你肯定也要花个几十万，对吧？我们就收个50欧，对吧？意思一下，就是1小时跟您聊一聊，就把您的具体的情况呢告诉我。那么我虽然就是说不算是万事通，对吧？但是我这个年龄我这个见识也去过几十个国家，对吧？在美国在这个欧洲我也都生活居住过，所以日本我也非常的了解，所以就是几个国家我都挺熟悉的，我都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对吧？就根据您的情况根据您和您家人的情况，您的技能，您掌握的财产，对吧？就你萌生了这个想法，对吧？就是说你如果早点知道自己合适或者不合适这个也对我觉得对个人对家庭来讲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好吧？那谢谢大家，下次我们有时间再聊，谢谢。